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老祖宗手有十字纹，一生不受穷，有什么说法？什么是十字纹？鬼谷子，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。鬼谷子是一位隐士，他早在中年时期就已经到鬼谷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。但是鬼谷子自己虽然是过上隐居的日子，但是他却教出了许多古代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就像张仪、苏秦等。而鬼谷子的智慧可是说是无人可以超越的，能够在一个领域里精通的人很多，但是在许多个领域都精通的人却很少。鬼谷子不仅对兵法、权谋、道家、儒学等都有所成就，而且还创立了属于自己的门派鬼谷派。今天我们就根据鬼谷子一书聊聊手有十字纹，一生不受穷，有什么说法？什么是十字纹？这个话题，鬼谷子，中国历朝历代都蕴含着相术文化。古人不管在建筑、医疗、嫁娶还是事业等方面，多数都会牵涉到相术文化。手相文化历来受到古人的重视，据记载其起源地有三，分别是中国、印度和西洋三支。在民间，手相文化更是历史悠久，绵延不绝。古代相士在给人观相的时候，除了手相，多半还会观其面相、骨相等等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手中的掌纹亦会因时间而发生改变，所以古人通常就会利用手指的粗细和纹路的变化来预测未来之事。在古印度的一些壁画中，还残留着一些关于古印度的手相记录，足以说明手相文化在古印度的流行程度。此外，中国的手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朝时期，那个时期手相就已经开始盛行。但是要说到手相文化的完整论著，那就是西汉女相学家许父的《许父相法》一书。此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具有系统性的相术论著，还为后世相学名家所借鉴，将手相列为人相学中的一个部分。民间关于掌纹的俗语数不胜数，其中鬼谷子有一句说的是手有十字纹，一生不受穷。顾名思义，古人认为一个手掌中拥有十字纹的人，一生都将不会受穷挨饿，是富贵之人。很多人或许疑惑，十字纹跟一个人的穷富有什么联系？所谓的十字纹，就是指手掌中的十字形状的纹路。古人认为此纹路通常居于天纹和地纹之间，也就是现代人们常说的智慧线和感情线的中央位置。而十字纹在手相文化中，则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符号，具有预测未来的说法。十字纹不管是在左手还是在右手，都被古人认为是具有远见和才能的人。鬼谷子之所以认为十字纹神秘，是因为十字纹最早是源于阴阳之说。他们认为在盘古开天辟地之时，阳为天，阴为地，万物乃阴阳之气所化，而人也是这万物中的一员。所以在古人的认知当中，十字纹是神秘的纹路，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玄学说法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认为十字纹跟人的手型大小、所处位置也有联系，不同的手型和位置所代表的寓意也不尽相同。当然了，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说法，就会令人震惊之余，又多了怀疑。十字纹固然稀少，但并非拥有它就能事业成功、一生富有。手相文化虽然在我国由来已久，是古人通过几千年的智慧获得的结晶和经验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，自然有可取之处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达，这些说法带有主观意向，不被人所接受。鬼谷子手有十字纹，一生不受穷，现在看来更是一种强调十字纹稀少、罕见的想法。所谓的一生不受穷，则是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，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生活的价值，自然就会是一生富贵、衣食无忧了。鬼谷自己毕生心血，为后人留下《鬼谷子》一书，其领域涵盖管理、商场、职场、处事等各个领域，以精彩纷呈的故事呈现鬼谷子的智慧谋略。鬼谷子作为道家的经验总结，它融汇了鬼谷子毕生学术研究的精华，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。这本书被后世称为智慧禁果，旷世奇书。第二，手相里有大学问。古代为何常说女人只得短，不缺吃河川？古代人信奉鬼神，对于人的生辰八字更是深有研究。而在一众神鬼之说中，相术成为了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通过日常生活经验，将人的生死轮回归类为天命，算命先生成为一大职业，就连皇宫都有专门叩拜天命设计的青天剑。而随着时间演变，到了现代，所谓玄学被人们按上迷信头衔，流传至今也仅剩下在街头巷尾的各个小摊位，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看手相。对于古代人来说，封建时代想要知道一个人一生的故事，就要通过看手相来知天命。就连现代也有看手相纹路知道运势的说法，具体准不准，其实没有依据。
都只是一种推测和心理暗示，只能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对于掌纹的研究，最知名的莫过于对女性手掌的探究，其中更是流传下女人指头短，不缺吃河川的俗语来。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有道理吗？事实上，这句俗语的诞生其实和民间生活离不开关系，因为我国古代对农民的压榨，许多村里人都没有读过书，对于所谓事实没有依据，大多将愿望寄托在外物上，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总结，编造出一个又一个俗语，再加上点神话色彩，造就出独特的句子。而这些俗语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依据，所谓女人指头短，不缺吃河川，也只是和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有关。众所周知，古代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，大多数女性一辈子都为嫁一个好人家奋斗，没有自己的追求，可以说完全是古代男人的附属工具，思想被全面禁锢。所谓三从四德，更是将女子固定成刻板模样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剔除骨子里的乖巧。而正是因为女性思想被束缚，所以她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未来，期盼通过鬼神之说来安慰自己，也由此产生所谓的看手相，通过简单的几根手指幻想自己的一辈子。事实上，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，一个人的一生并不会被简单的手相定义住。而古代之所以说手指短的女人不缺吃穿，仅仅是因为手指短的女人往往从小就开始干活，指头没办法生长得更加长，所以将指头短的女人看作是有福气的女人，能干活的女人，未来大多都嫁了不错的人家。其实嫁给什么样的人，还是看自身努力。古代人说手指短的女性有福气，究其根本，也只是侧面提倡女性多干活，唯有努力才是一切的保障。当然，古代人之所以说女人手指短，不缺吃河川，还因为手指短的女人大多体态丰满，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。像这样美貌的女人，未来定能嫁给好人家，而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唐太宗深爱的杨玉环。除了嫁个好人家以外，古代人喜欢手指短的女性，还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都比较能吃苦，干活也很有力气，能够真正做到凭实力给整个家庭带来收益。所以说，古代人之所以流传下女人手指短，不缺吃河川，其实都是有原因的。放到现代来看，这句话其实有了更深的意思，那就是唯有勤劳的女人才能不愁吃河川。而这样的女性，无论能不能嫁个好人家，靠自己也能在现代社会闯出一片天，根本无需靠男人。实际上，一个女人要想一生过好，靠的还是自己。指头的长短并不能决定一切。比如现代社会有许多依靠美貌不劳而获的女性，通过做情人的方式获取金钱，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，指头长短根本不会改变他们自身的追求。只能说，古代人凭借经验总结出来的俗语已经与时代脱轨，并不能真正影响一个人的命运。要想这辈子过得好，不是看手指的长短，而是思想的高低。唯有依靠自己，才能真正幸福生活。所谓女人指头短，不缺吃河川，放在古代就是指头短的女人体态丰满又能干，所以受到大家赏识，这样的女人一定都给家庭带来福气。而放到现代，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表达勤苦的女人最好命，唯有依靠自己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，做到自信有能力才是真正的强人女性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戴一些手链、手串之类的饰品，有的人为了装饰，而有的人则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好运。那么你知道2022年戴哪些首饰既美观又能为你带来好运吗？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讲2022年戴哪些首饰能带来好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福珠。其实这几年来你会发现，在你的周围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手上会戴一串福珠，有的人更会戴在颈上。比起钻石戒指，福珠这几年明显是最流行的，而且不论男女都喜欢戴，并且戴在手上都好看。最难得的是福珠适合每一个人，也不分贵重。当然福珠要以开过光的最为佳。如何开光呢？一是可以拿到寺院里请开光，或是自己选定初一或15戴上去即为之开光。但戴福珠的朋友一定要注意，一般自己戴的福珠不要轻易让人摸让人碰，更加不能沾水。2. 水晶。水晶是现在生活中年轻男女都十分喜欢佩戴的事物，因为它看起来漂亮大方得体，而且亮晶晶又有潮流感。而且很多人都知道水晶有吸辐射的作用，从这点来说戴它很科学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戴水晶，八字中太寒或者平时身体过虚、贫血、血气虚、容易受惊的朋友最好不要戴水晶。
否则容易有副作用。水晶不需要开光，当然要开也可以。3. 玉器。说到玉器，它可是无价之宝。几千年来，爱玉的人很多，即使到了现代，也有许多年轻男女对玉器情有独钟。他们中有些人戴玉镯，有些人戴玉佩。说到玉器，大家都知道会有定惊的作用，适合那类睡觉容易惊醒、平时心血虚的朋友佩戴。玉不一定要开光，只分适不适合。有些人戴合适，有些人戴了玉反而不自在。玉器可以水洗，越洗越亮，越戴越有灵性。4. 戒指。其实戴戒指不仅仅是结婚之后的人的专利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，戒指作为一种装饰品，其实是适合很多人佩戴的。所以如果想要使自己的运气得到提升，戴戒指自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因为戒指戴在手指上面，可以使得运气得到改善。5. 红绳。红色其实如果不大面积使用的话，对个人的运气提升其实是非常大的。因为红绳本身就具有辟邪作用，所以在手上佩戴红绳对个人的运气提升其实是非常有利的。而且红绳也代表着姻缘，所以戴红绳也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桃花运。6. 翡翠。从风水学上，翡翠对于一个人的运势提升其实也是有利的，因为翡翠本身属于一种比较有灵气的物品，其佩戴在手上可以很好的使得一个人的血气变得干净，这样一来，人的运气自然就也得到了提升，所以使得佩戴翡翠来使得运气得到改善。7. 珍珠。一个人的运气如果想要通过首饰来得到提升，那么也可以试着佩戴珍珠，因为一般来说，珍珠都属于一种再生生物体内取出来的物品，其本身具有的灵气是非常高的。如果佩戴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辟邪行好运，这样事儿其实都不难做到了。新年手上佩戴上述这些饰品，对人的运势非常有利，但需要注意，如果这些饰品有以下几种特征，那就不建议大家选择了。希望大家注意。1. 老古董并不是每个人手上都适合佩戴。说白了的老古董，例如某些之前好长时间时代埋在地下的高古玉，或者某些饰品之后由于诸多的缘故未知人所得到，再继而商品流通起来，又被谁买来佩戴在手上，这一并非是每个人适合的。第一，老古董尽管十分值钱，可是归属于失运物，由于它并找不到于这一代。第二，老古董的气质驳杂，由于经历时代的长久，土地流转，在不一样的人手上或手里，大自然有许多不同的电磁场，通常人戴了会受到干扰，例如非常容易做梦，办事欠精神实质，非常容易注意力不集中，危害睡眠质量，或非常容易碰到某些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因此，老古董的物品通常人手上尽量可要少戴。2. 残缺不全的物品不宜戴在手上。残缺不全的物品，比如指一个物品碰了一个角，或者没了某一面，看上去不齐备，这类物品也不宜戴在手上。先不用说其他，仅是一头就不太好了。尽管说人世间一切之事，一物都并不是极致，但基础的详细这一因素和极致是两个不一样的定义。佩戴在手上的，尽可能如果一个详细的物品，非常是恋情中的男人女人或刚完婚的朋友，最忌手上戴这些残缺不全的物品，最危害情感，非常容易造成是是非非、口诀、不和这些。如果必须要佩戴，可将原先残缺不全的物品生产加工成其他款式，可以凑合的戴在手上。3. 神器类的物品不宜戴在手上。器类的物品多如铁等，铁是能干扰电磁场和气质的，例如用罗盘看风水时靠铁太近，表针会晃个不断，例如墓地里边埋有铁，家中会许多人经常头疼这些。这就是说，由于神器自身元素干扰一个人的气场值，因此神器类例如水果刀、小剑或者某些锐利的物品不宜佩戴在手上。有的人误认为这种物品能辟邪，我觉得并没有这一叫法，佩戴了反倒有许多不好的功效，例如人体不当好，非常容易碰伤，驾车非常容易出难题，常常会发生噩梦，性情欲望、狂躁这些。4. 食道的物品不能佩戴在手上。之前就有许多人问过我那样的难题。实际上，
拾到的物品最先从由来上说，就是说来路不明呢，你永远不知道是哪儿自己丢失的。次之，这一物品在原先那个人手上充分发挥的功效，是好是坏也不知道，这一都是很关键的。而且能被你拾到的物品，就是说他人所丢失的，他人能丢失的，也表明就是说运气差引发了。那样反推起来，你就是说佩戴在手上，对运势也是危害。5. 形态各异的物品也不宜戴在手上。许多人会问，样子也关键吗？周易里边有3个叫法，就是说象数理，含义就是根据象数理能够看人世间的凶吉，这样子大自然就归属于象了。不可以说形态各异的物品未必就不太好，或许还可以是好的，但在人们日常生活，还是一切正常的事情多，一切正常的事情才当旺，不可以说形态各异的物品会当旺的。因此你佩戴形态各异的物件，相当于挂一个不善旺的物品在手上，大自然也危害了运势了。例如找人，另一方帮不了，例如你要做某事一直力不从心的，这些都是有必须危害的。6. 和自身犯冲的物品不要戴。至于如何了解，我觉得非常好理解。例如你生肖属鼠的、属马的或者样子的某些物品，就最好不要戴在手上来。例如你属猴的、属虎的物品，就最好不要戴在手上来。这种关键是犯冲，犯冲并不是不当好，即使是好，都是全过程不断随后才好的，因此相同要留意。7. 不要带黑绳子，不要去带黑绳子，这一点要谨记，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说，黑色的绳子都是非常不吉利的。如果我们要佩戴黑绳子，不仅不能带来好运，还会霉运缠身，使自己的运势变得非常的差。8. 不要带太粗的金链子，不要带太过粗的金链子，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装饰会让人感觉非常不体面，而且风水上讲财不外露，这种把财露出来的举动非常容易导致自己破财。有人说，是不是戴了旺运首饰，运气就一定能好？大佬提醒你，倘若说你戴了一串佛珠，或者戴了一块玉佩，或者戴了一串水晶，就说你运气很好，天下无敌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们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生活之中，同时承受着很多作用力，不可能某一样东西就能够决定我们的运气起落，很多因素都是在综合在一起的。带了这些是为了提醒各位，一定要心存善念，多行善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